大家好，我是小慧，欢迎您来到我的频道，也非常感谢您百忙之中收看我的视频。白米饭是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主食之一，但是近年来有不少的研究都显示，过多的食用白米饭对血糖不利，于是很多中老年朋友会选择少吃或者是不吃米饭来维持血糖的稳定。这样的行为我们也能够理解，因为米饭的升糖指数平均为83，血糖负荷为 63.9， 属于升糖较高，血糖负荷也比较高的食物。如果不加以限制，的确容易增加糖尿病的隐患。但是令人疑惑的是，我们的邻国日本那么爱吃白米饭，他们却是世界上人均寿命最长的国家，肥胖率很低，且糖尿病患病率在发达国家中并不算高，明显的低于我国，近年来还呈现递减的趋势，并发问题的发生率明显也小于全球的平均水平。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日本人也爱吃米饭，为什么糖尿病的人数却很少？一、日本的米饭品种不同，日本人的米饭品种大多数为日本秋田县为了更好的口感和更健康的营养结构而自行培育出的水稻，例如秋田31等。这种米饭的特点就是更接近于胶质，粘性适中，但是硬度较高，这也就导致了这个品种的水稻的淀粉含量也比我们平常吃的大米要少，升糖指数也比较低。日本人长期的食用这种大米，相当于每天摄入的糖分也比我们少很多，自然也就能够降低了不少糖尿病的隐患。二、日本人的米饭做法不同，接触过一些日本饮食信息的朋友应该都有所留意，日本人吃米饭的方式和我们是有所不同的。我们吃米饭一般是用开水蒸熟即可，并不会经过过多的操作，但日本人吃米饭是要将米饭煮至半熟，然后放掉其中残余的水，再次蒸制而成的。最后日本人会将这些米饭捏成饭团和寿司之类的食物，供给本国人们食用。这其实就是区别所在。米饭的升糖值和一个很关键的性质挂钩，那就是糊化。糊化的程度越高的米饭，糖分的吸收效率就会越高，升糖指数也就越高。我们平时一见蒸熟的大米，在长时间的烹饪高温的过程中，自然也会比日本的饭团、寿司等糊化的程度更高，自然也就更容易的升血糖。值得一提的是，日本人吃米饭往往是放凉了食用，和我们中国人吃热食的习惯是违背的。但是糖分和淀粉这种东西，温度越高，往往吸收的也就越好，出现糖尿病的趋向也就相对的更明显一些。三、日本人有定时的习惯。什么是定时？其实就是规定食量的意思。日本人用餐往往是通过一些比较统一的碗和量具，这就导致他们每餐食用的量都是比较统一和固定的，米饭也是如此。其实这本是我国晚唐时期的一种饮食方式，鉴真东渡以后传到了日本，作为日本的一种传统的习惯保持了下来。而在医学上，我们也是相对较为推荐定时的。定时通过控制每天统一糖分摄入量的同时，也相当于给胰腺养成一种健康的代谢习惯，继而达到一种健康的平衡，也是降低胰腺出现异常症状的一种好方法。并且长期的定时控制糖分摄入，也能在一定的程度上起到养护血管的效果，也是非常建议存在糖尿病趋向的朋友尝试的。相信大家参考了日本普遍的米饭食用习惯，从中也能够明白一些东西。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虽然米饭属于升糖效率比较高的食物，但如果我们能够采用正确科学的食用方式，是可以很大程度的维持好自身的血糖稳定，降低糖尿病的影响的。二、糖尿病患者怎么吃米饭有助于维持血糖稳定？一、控制米饭的食用量。正如上文日本的定时习惯所提到的，
如果能够严格的统一每天的米饭的摄入量，严格保证一定量糖分的摄入，就能够让胰腺分泌胰岛素养成健康的习惯，血糖的代谢不会出现纰漏，自然也有助于糖尿病患者更好的控制自身血糖。医生在这里给大家的建议是，普通的糖尿病患者每餐使用自己一个拳头大的米饭量作为糖分的摄入标准，并且进行严格的规制，不轻易改变主食的摄入计划，久而久之给自己的血糖代谢养成健康的习惯，自然也能够对糖尿病的养疗有所帮助。2. 降低米饭的糊化程度。糊化程度越高的米饭，糖分的析出量越多，自然也就更容易的让血糖失控。因此，糖尿病人吃米饭可以尽量的降低米饭的糊化程度，让自己吃得更健康。这里要教大家一种可以降低米饭糊化程度的烹饪方法。大家在用电饭锅煮饭的时候，可以先将米饭煮至水开，这个时候揭开饭锅，可以发现里面仍有残余的水分，并且存在一些白色的漂浮物，这些漂浮物就是糊化后的淀粉。这个时候可以将锅取出，替换掉这些糊化物溶液，加入适量的水，继续的煮制。用这方式煮出来的米饭，其中糊化的淀粉含量大大的降低，自然也对患者控制自身的血糖有所帮助。3. 吃米饭的时候放凉一些。虽然我们中国人自古以来都有吃热食的习惯，但是对于糖尿病人来说，热食意味着其中的淀粉析出和糊化更容易的被我们的肠胃吸收，继而呈现在我们的血糖数值上。如果将米饭放凉一些，其中的糖分就会存在于米饭内部，形成多糖。这个时候进行食用，以多糖形式存在糖分没有办法被很快的消化，就会在肠胃中停留较长的时间，自然也不会对我们的血糖造成什么明显的影响。3. 日本最新发现这种水果竟能够降血糖。最近日本有一项研究显示，橘子具有预防糖尿病、肝功能异常的效果。小小的橘子竟然有如此大的功能。日本滨松医科大学和农机机构的共同研究，针对1000人进行了长期的健康追踪调查，研究橘子的营养与健康状况之间的关联。结果发现，血液中的橘子的成分含量越高的人，越不容易得糖尿病，也不容易有非酒精性的肝功能异常。研究团队来到了盛产橘子的产地滨松市，针对30到70岁的1073名男女住民进行了10年的观察研究，分析健康状况的变化与橘子中含有的橘色色素贝塔隐黄素浓度之间的关系。实验结果发现，和没有吃橘子习惯的人相比，每天吃3到4颗橘子的族群，糖尿病的发病率减少 57%， 非酒精性的肝功能异常降低了 49%， 脂质代谢异常、高血脂降低了 33%。贝塔隐黄素能够提高肝机能，预防动脉硬化，抑制血糖以及胆固醇，提高免疫力，预防骨质疏松以及防癌。一项动物实验中，喂食老鼠贝塔隐黄素，也发现具有抑制肝脏发炎、促进脂肪细胞能量消耗的作用。针对平均年龄在 56.3 岁的研究对象进行调查，发现持续的摄取橘子让血液中的贝塔隐黄素维持高含量，也对预防生活习惯病和抑制骨密度降低之间具有关联。一天吃2到3颗橘子，能够提高停经后的骨密度，动脉硬化程度较低，代谢症候群风险也下降。而橘子皮中的贝塔隐黄素比果肉多了 3.5 倍，是护肝营养更丰富的部位。日本药学博士、重成大学名誉教授村上光太郎建议将橘子烤过再吃，使果皮的贝塔隐黄素渗入果肉，这时在吃橘子果肉就能够摄取更多的贝塔隐黄素。如果想连橘子皮一起吃，则建议先以40至50摄氏度热水来浸泡橘子，擦干水分再放入烤箱，避免农药残留。
将橘子皮切碎或加入料理，也是简单就能摄取橘子皮营养的方法。除了贝塔隐黄素以外，橘子还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维生素 A、矿物质钾与钙，以及柠檬酸硒、橘子皮素等的营养，也能够帮助活化解毒效果。研究者表示，本次调研证实，就柑橘类水果而言，多吃有助预防糖尿病。好了，朋友们，今天所分享的视频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所帮助的话，就请您给我点个赞吧。非常感谢您的支持和鼓励，我们下期见。